口量飙升5倍，中国太阳能板成了巴基斯坦新娘最体面的嫁妆。你能想象吗？中国产的太阳能板竟然在巴铁婚礼上成了炫富的新宠。没错，这个听起来有点魔幻的场景正在巴基斯坦各地真实上演。就像在中国结婚，接新娘的车队数量决定了婚礼的牌面，在巴基斯坦，伴娘手里捧出的太阳能板的数量也成了衡量体面与实力的新标准。捧出3块的算得上小康之家，6块一亮相妥妥中产阶级，要直接端出10块，那在当地简直就是有钱风光的代名词。比如家住巴基斯坦第2大城市拉合尔的穆罕默德，最近就为小女儿出嫁犯了愁。原来男方突然把嫁妆里原本说好的5块太阳能板一下子涨到了10块，理由还挺体面，两家都是公务员家庭，婚礼上可不能丢人。穆罕默德心里直嘀咕，觉得对方有点坐地起价的意思，来回谈了好几次，才勉强把数量从加5块压到了加3块。他忍不住吐槽，为了这场婚礼，家里都快被掏空了，我那点微薄的退休工资哪买得起这么多太阳能板？可是为了女儿的面子和幸福，他还是咬咬牙四处借钱，硬是凑够了8块。婚礼当天办得风风光光，男方亲友纷纷夸他家女儿陪嫁体面，亲家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望着幸福的女儿女婿，老穆罕默德突然释怀了，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那么问题来了，一块小小的中国太阳能板为何能成为巴基斯坦嫁妆中的刚需？答案藏在巴基斯坦脆弱不堪的电力系统里。我们可以用又贵又烂形容巴基斯坦的国家电网。虽然尚未发生过像印度那样波及6亿人的全国大停电，但是巴基斯坦电网几乎每天都在小修小补，停3个小时算正常，夏天停8个小时更是家常便饭。许多富裕家庭不得不自备柴油发电机，只为保障基本用电。更令人无奈的是，即使供电如此不稳定，电价却高得离谱，折合人民币约2.2元一度，是国内的4、5倍。普通工薪家庭开几个小时的空调，可能就花掉半天的工资。面对高昂的电费，穷人只能各显神通，撕拉乱接电线成了普遍现象。整齐的输电线路被改造成密密麻麻的蜘蛛网，连经验丰富的老电工来了都分不清火线零线，全凭感觉操作。这也导致巴基斯坦电工意外伤亡率常年位居全球前列。而这一切自从中国太阳能板大量出口到巴基斯坦后开始悄然改变。首先，太阳能板是一次性投入，安装之后靠天发电，无需再支付高昂的电费。其次，发的电储存在电池里，用多少存多少，彻底摆脱停电的困扰，供电更加稳定。最后，巴基斯坦多数地区干旱少雨，日照充足，天然就是太阳能的理想应用场景。正是因为这3大优势，从2022年起，巴基斯坦开始大规模进口中国产太阳能板，短短3年间进口量激增了5倍，仅2024年1年就进口了16吉瓦，而在今年前9个月又进口了同样规模的16吉瓦。或许你对16吉瓦没有概念，要知道三峡大坝总装机容量也不过22.5吉瓦。换句话说，今年巴基斯坦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板几乎相当于再造了一个三峡的发电能力。更牛的是，截止到今年，巴基斯坦民间安装太阳能板的容量已经与官方电网持平了。如今走在街头，无论是普通的民居、商铺还是清真寺屋顶，随处可见闪闪发光的太阳能板，当地人纷纷竖起大拇指，盛赞中国产品实实在在的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值得一提是，尽管民间太阳能装机量已经与电网相当，但是去年官方电网售电量仅下降了12%，并未出现腰斩。这或许说明使用中国太阳能板的群体大多数是过去根本用不起电的底层民众。中国制造出海真正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能源平权。就连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巴基斯坦掀起的这场能源革命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变革，为全球提供了一个在政府无力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时，民间如何自救的鲜活范例。一位芬兰研究员坦言，我们曾傲慢地认为，只要西方国家不买中国的清洁能源设备，他们的销路就会受阻。但是现实狠狠打了脸。数据显示，从2024年起，中国对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光伏出口已经超过了对全球北方发达国家的出口。这正是中国制造出海的深层意义，将曾经高高在上只有发达国家才能享受的现代生活方式转化为发展中国家也能负担得起的日常选择。或许有人会说，这种改变还太微小，但是别忘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今天一个巴基斯坦农民家庭因为一块中国太阳能板第一次拥有了稳定的照明和冰箱，明天他们就可能购买手机、电视，甚至新能源汽车。这些需求终将为中国企业打开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当全球南方逐渐崛起，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兴消费市场，并且与中国制造深度绑定时，我们还会担心某些国家所谓的脱钩断联吗？制造问题的答案早已写在每一块安装巴基斯坦屋顶上的中国太阳能板上了。这里是率真财经，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财经博主，欢迎大家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